大家好，歡迎回到北歐老吳的美股頻道。今天是會員專享的周末漫談。我們先來看一下下周要出哪些比較重要的這個經濟數據。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周三了，12月10號，美聯儲又要做這個利率決議了。現在市場預期是降25個基點。因為他們最看重的這個 CPI 數據，還有這個非農數據呢。現在沒有出來，因為之前美國政府關門，造成這些數據沒出來，所以說他們這個數據是在他們做這個利率決議之後才出來。在這之前的話，本周有一個小非農數據，也就是 ADP 數據，但是 ADP 數據只是跟這個私企相關的，所以說美聯儲現在是比較尷尬的是，數據並不多，但是只能依靠現有的數據來做決定。那麼現在市場壓注是跌25個基點，降25個基點，主要還是要看這個答記者會上，鮑威爾他的這個語氣啊，他的這個表態啊，是偏鴿還是這個偏強硬？因為現在特朗普已經選定了替代這個鮑威爾的人選了，但是還沒有公布。現在市場就大概率是他之前在白宮工作過那個叫 Hassett，這個人呢，肯定是這個主張降息的，對吧？所以說等到明年，特朗普應該是在明年要公布這個人選，那麼可能明年就類似一個影子這個美聯儲主席，就會造成這個相當程度的或一定程度的市場上的一定混亂吧。畢竟有2個人在這個講話，又都非常重要。這是我們之後要關注的。但不管怎樣，12月10號這個利率決議還是非常重要的。那麼其他的你就相对的看一下。那麼下周還有一些公司要出財報，那麼重要的或者說關注度比較高的就是還是12月10號盤後有 Oracle 甲骨文、Adobe， 這是這個大家也比較熟悉的。那麼還有這個周四 Broadcom 博通，還有 Costco， 對吧？這個幾個我們等一下，還有這個 Lululemon 做這個瑜伽褲的，這幾個我們等一下那個分析的時候，可以連帶着分析一下要出財報這些。那麼在我們做周末的這個周末復盤的時候，也可以分析大家關注的其他的股票，你們可以在我的这個視頻下方留言，對吧？那這樣的話，我可以更多的分析你們關注的。還有就是關於纏論相關的這個理論上的問題，大家也可以在評論下方留言，這樣的話我們可以更多的做一個交流。好的，我們來這個看一下我們要分析的這些標的。先看一下標普大周期，現在是標普的月線。那麼月線上，我们来看这个 K 線，頂分型是出現過，或者出現了，現在是出現了頂分型。但是出現頂分型之後，我們要關注就是是不是要尤其是本周本月呀，或者下一周有這個美聯儲的利率決議，是否要造成再次突破這個最高點？如果說再次突破6920.34的話，那麼這個頂分型就被打掉了，就變成中繼的。前面這裡都是中繼的，對吧？都出現過頂分型，都變成中繼了。所以說美股的這個生命力是非常強的，你會發現，每次回調只不過是一個小的轉折，並沒有造成一個結構上的變化。因為我們關注的是結構上你這個破壞對這個整個的結構有多大的一個破壞性。那麼現在就看它這個頂分型是中繼的繼續向上生長，還是說因為這個利率決議出乎大家意料，它沒有降息，對吧？或者說它的表態講話它非常強硬，那有可能會向下走。所以說這就是我們要在月線上關注的。那麼在月線上，我們之前還比較過這個2個段的力度，就前面這一筆的力度跟後面這一筆的力度，那麼它是突破了等比例，在6497之上。那麼現在雖然說這段沒有背馳，也就是說這段跟前面這段比較的話，它的力度是強的，沒有背馳。但是沒有背馳並不代表不可以有回落。那麼它的內部結構相對的飽滿的話，我一直強調這個飽滿與否是跟我們這個模型相比較，所以說你一定要這個非常熟悉我們說這個纏論的模型。那麼現在這個這一段的內部，這是我們要考察的。
看一下它的結構。那么在周線上这段我們是比較熟悉了，3491進入段大 A 離開大 B， 然後這個這次的回落比較深，但是也沒有碰到前面的高點，還是一個趨勢上，對吧？那麼針對第二個中樞，我們也說，針對第二個中樞沒有出現三買或者說是三賣來脫離這個中樞，那麼還是可以被拉回來繼續震。如果說震出9段來的話，那麼前面的所有這些都可以變成進入段，還可以繼續往上生長，這就是我們要關注的。那麼現在是出現了4周的一個回落，但是最近2周又是一個向上生長，所以這其實就是一個中阴段。在這個周線上它沒有方向，你必須要選方向，要麼是再次突破6920，要麼是再次跌破6521，這樣的話在周線上才有方向啊。所以這段的話，它只有小周期有操作意義，在周線上你是沒有操作意義的。那麼如果說你是一個周線的周期持有者、操作者的話，你是沒有办法操作的，对吧？它沒有方向，那你只能要麼是持股不動。你如果想做空的話，那只有等它再次突破这個位置，出現小周期出現背馳的時候，你才可以進，对吧？所以這就是你一定要定好你要做的周期。那麼這個我們現在關注什麼呢？就是這個4835這段，對吧？看一下它往哪個方向選的可能性更高一點，那麼就是進入到了日線上。那麼在日線這個結構，我們也是在周一和周五做直播的時候已經分析過，每天類似做一個這個復盤。那麼4835進入段，在這裡做一個日線中樞，開始離開，然後這次回落的非常技術，踩到了這個前面上漲回落位置的0.382，然後出現了底分型。對吧？走的非常技術。如果說你一段一段跟的話，你是不會感覺到這個恐慌啊，或者說不知所措的。因為，我們只關注合力的表達。其實這個什麼基本面、什麼地緣政治啊、什麼特朗普啊、什麼美聯儲主席啊，他們都是合力的一部分，他們都是分力。只不過就是說，特朗普這個分力，或者說美聯儲這個分力，它的分力力度比較大。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多關注分力比較，因為它這個分力力度相較於其他分力力度都非常強的時候，那麼它是可以左右這個合力的這個方向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多關注比較大的這個分力的原因。那麼現在，但是最終合力的表達是市場的選擇。那麼現在這個在日線上的話，它要麼是再次突破6920，那麼在日線上的話就會有可能要出現一個盘整背馳了。只是說有可能，因為它前面這段的這個力度是非常，這個空間是比較大的，你只有走出同樣的空間，你才不背馳。只要小於前面這個空間，你都是背馳的。具體走到多少，沒有人知道啊，我們只能一點點去跟它。但是，一旦出現再次突破它的時候，你就不要往裡追了。如果說力度不夠強的時候，但是好就好在什麼呢？這段還真挺強，就是現在日線上這段，它的這個 MACD 是在0軸這個位置開始起來的。如果說因為這個利率決議或者其他後期的一些消息刺激的話，能夠把這個張口張得非常大的話，那後面的這個幅度應該是不小的。所以這就是我們要關注最後這一段。把這個給它清掉。這是其中一種情況，就是說再次突破6920。那麼如果說即使是美聯儲的這個利率決議或者其他的因素不能夠突破它，那可能就要回落了。也就是說在這裡要做中樞，前面這裡是這個 A 中樞，那麼在這裡做大 B 中樞。做大 B 中樞之後，也不代表一定要往上選，它可以是2次反彈確認往下走，也可以。如果是這麼選的話，那就這裡就會構成什麼呢？周線上的那筆大周期的一個回落，也就是說，周線上可能出現一個周3買，就這個位置有可能出現一個周3買。我們再回到周線看這個，就是說這個位置有可能是這個周線中樞的一個3買。那麼這個就是我們剛才看那個日線上的那個，我剛才說可以是2次反彈確認，然後再跌一下，對吧？有可能會構成它的一個3買。這就是我們通過這個纏論做這個不測而測的一個推演。我們不是要預測它往上，還是要往上選，還是要在這裡做中樞？我們只是把它的這個可能性都給這個分析出來了，完全分類出來了。因為之所以可以用這個完全分類的方法的原因，就是股票的变化少，你要麼是漲，要麼是跌，要麼就在這裡橫着，就這3種情況，對吧？你把它的臨界條件都分析出來，往上漲的話，那你必須要突破這個6920；往下來的話，那就看它是不是要跌破前面這個低點。
如果跌破之後，是不是要不背驰往下走、往下生长？我们可以有工具来测。每一种变化它都有一种临界条件，你只要找好它的临界条件，在这里等待就好了。那麼現在就是等待它這段的上漲結束。那麼之前我們也分析過，在1小時上，它這段上漲是夠的，回落也夠，但是它的上升還不夠。那麼在30分鐘上還是夠的。30分鐘上，這是1筆上、1筆下、1筆上，這3筆是夠的。我們現在看這個回落，回落也夠了，回落也夠了。但是呢，這个回落夠了，但是新的一筆的上漲還沒出現，它這個可以向下繼續延續。向下繼續延續的話，它可以在這個位置再做一個30分鐘的中樞，然後等待這個美聯儲的利率決議是往上選還是往下選都可以，對吧？那麼往下選，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那個日線上，它在這個位置做的一個大中樞。往上選的話，那就是前面這個上漲延續。然後如果說它這個往上選之後，這個力度沒有前面的力度強，然後這個整個的這個力度沒有這個，我們回到日線上，沒有這個的力度強，就是後面這段力度沒有前面這段力度強的話，也是背馳。所以說2個週期你都要觀察。現在就是盯着30分鐘，結合日線，這樣的話你就能夠比較好的把握這個整體的一個走勢。好的，那麼說這是針對標普，我們先看一下，這個要出財報的這些，先看一下 Oracle 甲骨文，12月10號星期三盤後，因為在周五直播的時候，我們簡單的有朋友問這個甲骨文，我們已經分析過，我們在大周期的，因為畢竟直播的時候時間不多，我們可以在大周期的再看一下它。這個是 Oracle 的3M，就是每一根 K 線都是一個季度。那麼也就是說，它這個大周期上，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結構，下面有一個季度的中樞，季度的中樞。那麼這個回落的話，我們看，這一筆是不夠一筆的，這一筆是只有4個季度是不夠一筆回落的。那麼針對這個季度的中樞還沒有出現3買呢，也就是說現在還是在這個季度中樞的離開段裡面，前面是小 A。這還是小 B 段呢，對吧？所以說我們要分析的話，就是從這個起漲點在這裡，在這裡我們要分析它後面的這個是不是要結束。月線上，那麼從這個起漲的位置33.13，這是它的起漲點。月線上這裡也是有結構，然後在這裡做了一個月線的中樞，然後月線的3買是出現了。月線的第一個中樞的3買在這裡，118.86，然後出現3買之後，一波又上去了。那麼現在這個 K 線把它換到其他周期上。那麼針對這個月線上的話，它是需要2個方向要看，就是 118.86 上漲是不是沒結束，還有就是345.72下跌的開始，因為一樣它是沒有方向的，因為它需要要麼是突破最高點，要麼是跌破這個185這個位置才有方向，對吧？所以說你要2個方向都要看2個週期。那麼就是看它這裡是不是要回落成一筆，這裡就可以做第2個中樞了，因為這裡是這個 A 中樞，可以在這裡做 B 中樞，但是因為高低點有接觸，有可能是一個擴張之後的中樞，看它是不是要往上選。還有一種就是你要以這個345這個位置作為一個分割點，也就是說它可以折過來。那麼這樣的話，從這個起漲點33.13這裡的話，它可以結束，對吧？這是一個進入段，做了一個中樞，然後給了一個3買之後一個離開，它可以完全可以走反向，它完全可以在這裡做走反向的一個結構。那麼這樣的話，就是季度上的一筆上，季度上的一筆下，是這麼一個結構，也可以的。所以說這就是你2個方向都要看的原因，因為你不知道它如何生長的。那麼現在就是主要分析的就是345.72的這個右側，看一下次級別，把其他的我們給它清掉。好的，這就是 345.72。那麼345.72的話，也是前面這個起漲點118.86的話，在現在看的周期是周線上，在周線上的話，它也是我們也測過一個回落。是踩到了0.618附近，然後出現了底分型，
然後呢，底分型這個看他關注的就是这个底分型能否成立，周線上給你來一筆，是不是要在這裡做周線中樞，還是說直接一個周線的一個微轉也可以啊。然後它這個 MACD 是有收口的這個開始趨緩的跡象了，對吧？趨緩跡象之後看能不能夠掉頭，所以這個底分型還是非常關鍵的。然後我們再看日線上。那麼日線上，這就是我們在周五直播的時候分析的，這是有一個中樞，一個下來，一個反彈。那麼現在這個反彈是在這個周三盤後，如果說它要是選擇再繼續跌破前面這個低點，15%左右的一個空間還是比較大的。那往上走，到120天，15%上下，你發現沒有？上下15%的一個空間是你需要去做一個計劃的，你要麼是要在它財報之前減倉，要麼就是要去做一個對沖，對吧？因為你沒有辦法知道這個財報對它的一個影響。但是啊，整體來講，現在是已經類似一個到一個相對好就是它這個 MACD 好在是一開始張口往上走，就是說它沒有說是，我看前面有沒有這些例子。它前面這裡的話，你看它是往下去，就是到了0軸以下之後，開始繼續往下走，就這個地方有一個這個位置，這個位置有一個往上走之後又往下走，現在還看不到那個跡象，這個張口現在還可以，就這個 MACD 快慢線的張口還可以，所以說如果說你的這個倉位又不大，然後又對看好它的基本面的話，是完全可以去賭這個財報，或者說可以拿着過財報的，就是不需要去做這個減倉動作。但是因為它現在也不是很明朗，你也不要太過多的重倉於這個票，所以說這就是你的個人的一個風險的一個情況。因為它針對這個像3、4、5下來之後啊，它這個結構還沒有很飽滿。如果說它回不去的話，即使是到0.618的話，它也是一個三賣。就日線上還是三賣，但它可以在這裡再做一個中樞再下來，對吧？所以說往上走的話，你也不要覺得呀這要反轉了，直接就看新高了。所以說就是先利用這個震盪，利用這個波動，把你的這個成本降下來，因為它前面這裡的漲幅，尤其是這一天9月10號這一天漲幅過大，35%，讓很多人都可能是嚴重的套在上面了，這個還是套牢盤比較重，所以說有一些上漲的時候，很多人可能拿不住就會賣，所以說他這個必須要把這些人都洗出來，必須把上面這些都給洗出來之後，比如說這裡做一個中樞，這幫人因為他們看不到希望了，他們就會在這些位置賣，他們都會可能在這些位置賣，然後等到你賣完了，洗乾淨了，再打一個低點，可能都出來了，那麼這個結構也非常飽滿了，可能這個位置才是主力想要往上拉的，或者機構可能才想要往上走的，對吧？因為上面的套牢盤太重的話，每一次上漲都會有很多人去賣的話，它往上拉需要大量的資金，這個是非常難的。好的，這是針對這個甲骨文，我們再看這個 Adobe。那麼這個它的原因呢，它的基本面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這個 AI 對它的衝擊還是比較大的。這個尤其是現在，因為它的工具很多現在都可以被 AI 替代了，這也是為什麼市場上對它的過度擔憂了。不是過度擔憂，就是擔憂它這個競爭力競爭不過這些。那麼這個月線圖形上，我們看這個月上有一個大中樞，這是它的前3段，然後構成了這個中樞。其中這個後面這段的話是這樣。因為它這一筆的回落，就從638.25的回落的話，它是如果說用最高點、最低點來劃分的話，它是不夠一筆的，因為只有4根兒。如果說用次高的話，它是夠1根兒，然後後面這個也是夠1根兒，就是就看你的一個劃分方法。你要是當成這個1根兒的話，那就是這樣的一個震盪。那麼你的分析點是從587開始分析下落的。我要從哪個點選取，這樣的話我好分析哪一段是不是要結束。如果說你是嚴格定義的話，那麼它638它是它的起跌點，是這樣的話劃成一段，對吧？我一般是這都當成一筆來畫，所以說我是從587來開始分析這段的下跌是不是結束。
那麼周線上从587這裡进入段，然後開始震，做了一個中樞，然後又下來做了一個背馳，這個結構已經相對的挺飽滿了，對吧？你看它是3段構成了進入段，然後這裡回盪構成了中樞，還給了一個3脈，然後又打了一個低點，就這個結構已經是，這裡如果說能夠快速起來，尤其是突破前面這個高點的話，307，如果說非常有力的突破它，对吧？我要的是力度。那麼這樣的話，就可能是，哎，這筆的月線上結束了，我可以在這裡生長出來一個周線的一個中樞，然後再上，可以生長出來月線的向上一筆。所以說，這就是一定要有力度突破307。那麼我們關注的重點就是最後這一筆，周線上這一筆結沒結束？因為雖然說這裡是有盤整背馳的，我們目測也知道這個第3段是短的，對吧？跟前面這個第1段比較的話，它是短。空間是小的，而且這個 MACD 也不往下走了，都是好跡象。那麼看一下這個次級別高量的這段，307下來的这段，370啊 ，sorry。那麼370下來這段的話，哎，這是進入段，在這裡還做了一個日線中樞。那麼現在從最低點311這個反彈，尤其是在周五是漲了5%多，還是比較強的。那麼它的財報也是12月10號，在這個利率決議那天的盤後。那我們要看呢，就是，因為它這裡你可以借用前面這個中樞，如果說你不能夠很有力度的站上這個中樞的話，那還是可以被往下走，对吧？你不過就是圍繞日線上最後一個中樞在做震盪，所以說我們要看到力度，首先這2根均線一定要突破，120天和200天你要突破，這個張口現在還是可以的，对吧？你看那個快慢線的張口，不是看有沒有交叉，當然有交叉是前提條件。交叉之後，我們要看的是張口要張得很大，這樣的話力度才夠強。那麼如果說能夠在財報的時候，比如說站上這個120天，也就是我們剛才說那個370那個位置，那就有可能哎往上演變了，那这就變成一個進入段了。它可以在日線上生成一個中樞，再往上走，或者說是這是一個進入段，然後給一個3筆，以這種方式構成周線上那一段。周線上構成一筆之後，這其實只是周線的一個進入段，可以在周線上再做一個大中樞往上走，對吧？就不管怎麼走，你的第一筆一定要有力度，就這一筆的力度一定要強，你起碼要突破200天吧，要不然你何談力度呢？對不對？連往200天你都突破不了的話，那就談不上有力度。你看前面這裡，120天都沒有突破，這是跌破了120天和200天之後，一直在它的下面。你看這裡都沒有碰到120天。120天首先就要去突破120天，一定要有力度才可以。這裡你看它嘗試過，然後又這個跌破之後就再沒上去過，所以這2個大均線呢是很多人的成本價，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說他們倆如果說能夠拉平的話，然後120天上去，然後200天在底下兜着，那這樣的話它的空間才能打開。那麼如果說我們測一下空間的話，我們看一下。往上走，如果說到周線的200天，26%，如果說再次跌破這個前面的低點的話，就是最低點再次跌破它的話，9%。那這個向下的話，起碼現在看不到向下的力度。如果說你這個看好的話，如果往下走，反而是可以進場做多的。只要我們再測一下這3段哪個背馳等比例的位置在哪裡。等比例在277.95，我們測一下到277.95%，20%，就是往下可能有20%的空間，往上的話，先看200天26%，創下20%左右的一個空間吧。但是就是它的基本面現在沒有明顯的轉變的時候啊，還是要這個小心一點。如果說它這個財報證明它現在能夠對於這個 AI 的衝擊能夠這個扛得過，而且還有辦法解決的話，那它後面的空間還是大的，對吧？那對這個公司來講，相當於它找到了解決這個 AI 衝擊的一個靈藥，那麼上面的空間是巨大的，要不然的話，那就只能繼續往下走。所以說這個其實還是基本面。為什麼我們一直說纏論是一個3個系統的一個方法呢？不是單純看技術面的，很多時候你只要你的基本面比價關係，比價關係就是這個公司在他們行業內的地位，
对吧？我们都是做龙头。如果说你这个基本面没有关系，那个没有问题，有行业的龙头或者说不是很差的那个在行业里面的话，那么你即使每一个回落都去买的话，也不会太差，或者說你一直拿着不動也沒有問題。但如果說一旦它的基本面不好的話，它可以一直陰跌往下走，一直陰跌往下走。即使技術面有反彈的話，那都是弱勢反彈，最終還是慢慢往下走的。很多基本面變壞的公司都是這樣的。只要基本面沒有重大改變的話，技術面我們都不看的。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是要先選基本面，然後再看比價關係，最後才是看點位，找技術圖形上哪個位置可以進，或者現在是偏高，我再等一等，對吧？這就是它的這個先後的一個次第，一定要注意這一點。好的，我們再看這個博通 Broadcom。博通的話，我們也是先看一下大週期，它大週期也是很牛的。現在看的這個是 EM， 也就是月線圖。月線上這個博通啊，是一個五浪，1、2、3、4、5，一個五浪。然後現在是處在一個第五段，我們也可以比較一下3和5的一個空間。應該是目測的話，看一下，已經不背馳，現在是在等比例3、4、8以上，說明這個第五浪或第五段沒有背馳。所以說這個。即使在第五浪的話，它的力度也是可以非常強的。那我們現在關注重點，138以上，週線上，138以上，在週線上這裡是有過一些回落，對吧？但是還是一筆上，這是週線。那麼日線，看它的結構。那麼博通的基本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這個，因為它也是 AI 啊、芯片吶、啊，它其實跟這個英偉達的這個關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查過？因為它跟英偉達其實雖然說都是半導體行業的這個巨頭啊，但是它倆定位不太一樣，對吧？如果說簡單來說的話，就是這個英偉達它主要的功能是啥呢？就是 AI 訓練，對這個性能要求比較高。那個通用計算、加速、遊戲啊、自動駕駛這些，但是博通的話，它是其實不一樣的。博通是 AI 推理，它是有特定的場景的，還有一些就是這個基於高速數據連接、網絡技術設置、定制化優化，對吧？它是偏向定制化的，所以說博通跟英偉達沒有直接的這個競爭關係，它倆不是零和遊戲，不是說博通贏了英偉達就輸。英偉達贏了，博通就輸，他倆沒有直接的這個競爭關係，所以說這個，如果說好多人不太清楚他們這個公司之間到底有沒有這個零和的，還是說是怎樣，對吧？所以說我們簡單說一下。那麼在這個圖形上的話，現在我們又看到日線上了，日線上1、2、3、4、5一個五浪，然後開始回檔做中樞，然後現在針對這個最後這個中樞也是沒有出現300和3賣。然後它這個財報是12月11號週四盤後，因為它在大週期上所有的這些都是週線上那一筆。那麼週線上那一筆，我們看是月線的，也是月線上的一筆，然後還是日線上的這麼一個結構。所以說現在就是說往下選的話，那就是要看是不是週線上要回落做這個3段回落。然後3段回落構成月線上的一筆回落，對吧？那就是月線上我們說的那個1、2、3、4、5，然後開始回落，要麼是做中樞，月線上做中樞，要麼是1、2、3、4、5、6，哎，第6筆回落，然後7，這都是月線的。所以說現在就看它是針對最後這個中樞怎麼選，往下選，起碼要到中樞上沿吧，7%，到中樞下沿14%。如果說到這個120天，17%；如果說到200天，29%，對吧？那麼往上的話，那就要有力度了。我要看到這個起碼要不背馳啊，對吧？這個進入段，離開段，那麼空間並不大，你要突破421才不背馳。我們看這個到421，7%多。所以說，但是整體來講，就針對這種基本面又好，然後這個比價關係也不差，技術圖形又非常好的這種，就是買回落。你看它這個從138上漲以來，138從下面這個最低點衝到0軸上以後，它就沒有跌破過0軸，在日線上它就沒有跌破過0軸，看到沒有？你每一次去買回落，你都不會太差，看到沒有？
每一次回落，每一次啊，几乎是每一次回落你都不会太差，因为零轴是多空分水岭，这是禅师跟我们说的，这是这个防狼术。你只要这个在零轴以上都是多头占优，多头控盘，你去买回落都没有问题。如果说一旦到了零轴以下，你看前面这里，这个位置開始進入零軸以下了，看到沒有？那你去買回落的話，你買不好的話，就會套在裡面一段時間。這裡雖然說有反彈，但是又下來了，對吧？就這段時間你去買它的回落的話，這個位置你去買回落，你就很容易套在裡面。所以說，這個 MACD 衝到零軸以上的時候，你發現在零軸以上，尤其大週期的，那麼你去買它的回落的話，那麼安全性是高一些的。這就是你通過這麼簡單的一個指標的話，都能讓你自己在這個股市裡面不是那麼的，被虐吧？就簡單這麼說的話。好的，這是針對這個博通，我們再往下看，還有兩個，這個Costco。那麼 Costco 的話就是，也是先看一下它的大週期，因為我們之前說過，這個零售行業的話，因為這是。這個查理芒格多次提及這個 Costco， 那麼也是他非常重倉的一個股票。他說他一股都沒有賣過。我們看他的圖形就能夠體會出來，我們跟查理芒格的差距啊，對吧？你能否從這個他不知道最初的買入是什麼價格，但是應該不高。那麼如果說買的很早又能拿到現在的話，那這個利潤是非常非常豐厚的。當然了。查理芒格現在已經離我們先去了，那他的這些持股的話，應該在他的孩子家族身上，不知道現在有沒有賣過，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那不管怎麼講啊，就是你針對這種有生命力的企業，你能否拿得住才是關鍵，而不是說你有沒有它，你拿住，你買過它，但是你半道下車了也沒有用啊。這就是對有生命力的企業、好公司的話，你一定要拿得住，才能夠吃得下這些利潤。現在看的週期是這個月線，這個季度的，每一根 K 線是一個季度，在季度上是一個1、2、3、4、5，這所有的後面全是第5個季度或者第5根 K 線，或第5段、第5浪，生命力非常非常強。那麼我們看這個，從這個起漲點這個位置到它的這個新高這個位置，看它的內部結構，月線上非常非常牛。一個中樞、兩個中樞、三個中樞，在月線上走出來一個3中樞趨勢上，太牛了。然後呢，又從這個起漲點，這就是月線的離開段。那我們把這個給它斷開，只關注它的這個右側，然後看週線，就是307這個週線。307這裡做了一個中樞，但是這個中樞超過9段了。1、2、3、4、5、6、7、8、9、10、11、12、13筆，也就是說它升級了。這個中樞是月線的本級別中樞。那麼出現中樞之後開始離開，然後在這裡做震盪。這裡呢，我看這是1、2、3、4、5，只有5段，那麼比這個級別是小的。那麼這個的回落2次回落還形成3買。針對這個中樞的話，這一次第一次回落還是3買。那麼出現3買之後，就是看它是不是要把這個中樞也要給它震大了，跟前面這個級別相同的話，是不是要往上選？還是說2次震盪之後，可以結束了，走反向也可以，對吧？那這是我們關注最後這個中樞，因為它級別非常大。那麼現在關注就是這個是日線的，現在看的就是1067到這個最低點873.97，是不是結束了？因為它又回到了這個中樞的下沿了，又回到這個中樞的下沿的位置了。這個中樞還是非常窄的。如果說再往下沉一沉的話，這是這個120週均線。我們看一下這個空間，5%點幾。那如果說到200週的話，就比較深了。20%，所以說這個120週撐死跌破它，或者說來一個假跌破，然後再拉回來。如果說真能到120週的話，那可以這個大膽做多。你看前面這裡，
120周、120周，看到没有？都是踩到120周上。所以说真到120周的話，那你就可以大胆去做多就好了，也不要去割肉啊，去做空它。然后呢，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最后这一段这一笔内部日线上做了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结構，这是最高点，进入段，然后开在这里震，不夠9段，然後又下來了。現在這個反彈沒回去，現在這個反彈沒回到這個中樞裡面來，但是呢，這個新的下跌也不夠一筆。它這個財報12月11號週四的一個盤後，看它這個財報是不是要先拉回去？那麼拉回去的話，就是看它這個120天5%，到200天10%，這是日線上這個空間。我們也可以看一下裸 K，這兩根均線的壓力非常明顯，尤其這裡，對吧？這裡都沒碰到，所以說這個120和200的話是一個比較明顯的那個壓力位置。想要往上走的話，必須要站到這個兩根均線之上去，對吧？目前看力度弱，起碼在日線上的話，它的力度是弱的。如果說這裡上不去，要往下走的話，那就是變成了一個日線的一個3脈了，這就變成了一個中樞是出現一個3脈往下走，對吧？那麼我們可以測一下，簡單測一下這個開始離開這一段和3脈的這一段的一個力度。那麼到836是這個等比例，或者說到0.618也行，就是870，那也要跌破前面這個873這個位置了，也可以這個測一下。到0.618 3%到等比例6%，上下6%、7%的一個空間吧。但是，如果說你長期看好它的話，這個往下來，尤其是相對飽滿的一個中樞，可能快要結束了，也就是說要進入背馳段了。這個位置千萬不要去割肉去，而是應該想辦法做多。好的，這是針對這個 Costco。我們再看最後一個這個 Lululemon， 就是這個瑜伽褲。那麼這個的話，在疫情的時候應該是起了一段，對吧？在2020年疫情的時候，它是漲了一段，就這段。那麼現在，大家這個居家辦公的也少了，那麼它的業績可能也賣不動了。那麼週期上，我們看現在看的週期是 EM， 就是月線的，它這裡做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中樞，最高點在這個裡516。1、2、3、4、5、6、7段。現在你如果說以516作為分隔點的話，也就是前面這裡是一個趨勢，一個中樞，這裡有一個中樞，月線中樞的一個趨勢上。如果說結束的話，如果說以516作為分隔點斷開的話，那就是看右側的一個生長。那麼這3段已經都出來了，月線上已經出現3筆，我們也測了一下，等比例在132。那麼到了等比例之後，現在沒到等比例，踩到了200月上，踩到了200月均線上。那麼這裡又出現了月線的底分型了。這裡如果說這兩個比較的話，我們看它這個柱子的面積並沒有明顯的變小，而且這個快門線的話還比前面的低，對吧？就是沒有雙背馳啊，或者單背馳都不是很明顯。就這裡如果說繼續砸掉這個最低點，跌到等比例還有30%的空間呢，也不小啊。如果說往上走的話，到120月的話，25%，上下30%或25%左右的空間，這個空間，因為這個週期是比較大的，相對來說空間還是挺大的。那我們看一下最後這段，週線上4筆了已經，1、2、3、4。這個4的回反彈，你發現沒有？很弱。我們現在先比較一下這個前3段這個當下的時候有沒有一個背馳，或者看着像等比例。哦，差一點到等比例。這個151是等比例，那麼它是出現了背馳，開始出現了4的反彈。那麼現在這個4的反彈相對偏弱，但是呢，好在這個張口還可以 ，MACD 日線上週線上這個張口還可以。如果說這段沒結束的話，那就有可能看一下它的日線。哎，這就是我們看的日線，也就是從這個159這個上漲，159就是週線上那個 A0起點。那麼在日線上的話，也做了一個中樞，然後起來。這個離開段我們剛才
我就给清掉，再重新比较一下，没背驰。现在突破了182，就是不背驰了。现在就是这段不背驰，所以之后这个力度还是可以的。如果说能夠突破，看裸 K， 剛好頂到了120天上。如果說能夠突破，那就看是不是能到200天，23%。如果說真的要往下走，那就要再次跌破這個159了。空間多大？16%，對吧？但是你要說跌破159之後，就立刻進入到什麼了呢？立刻就到了周線上第5段了，1、2、3、4、5。但是它這個 MACD 表達是強的，不可能一下就掉頭，有可能只是一個第5段的做一個空頭陷阱。所以說真的要跌破159的話，就防止它來一個破底翻，就跌破159再翻回來。那這個位置是絕對要去做多的。但是呢，整體上，也是我們剛才說的那個，就是基本面沒有出現決定性的變化的時候，它現在還沒有出現一個轉勢的情況。但是呢，圖形上反而出現了一些好的跡象，有可能是有內部人士在買啊，或者說是有一些機構又看好它，或者說它的基本面又出現了一些什麼變化，才會造成它，或者說是說跌不動了。圖形上已經回調了很大了，但是這個都是短期的。如果說只是一個短期的，比如說周線上我做了一個5，1、2、3、4、5，然後回來了，但是呢，只能在這裡做一個中樞，它還可以繼續下的。所以說短期是不要這個去做空它。首先，如果說你如果能夠操作短期的話，可以先做多，有回落的話可以也是做多，但是大周期上還是這個周線上首先要出現一個轉變，比如說要出現這種大周期的這個轉變的時候，才可能是延續性才可能好。比如說5，甚至做中樞，對吧？連這個191都突破不了的話，那彈劾上面的空間你是打不開的。好的，這是針對這個 Lululemon。那麼還有幾分鐘時間吧，我們再看一下這個比特幣。比特幣的話也是。雖然說上周是出現了一些反彈，但是呢，它結構並沒有被完全破壞。我們先說一下這個日線上這個結構。日線上這是從最高點下來之後，然後做了一個反向中樞，然後開始做離開。然後當時有一個非常關鍵的位置等比例，我們再重新測一下。進入段，離開段，等比例在84702。然後當時在這個位置看沒有，跌破它，然後做了一個空頭陷阱拉回來。然後現在就是在這個等比例之上，然後這筆反彈之前是彈到了這個位置93161，對吧？然後彈到這個位置之後，我們當時還測過這個 MACD， 這個黃金分割的這個它是在這個突破了0.382，但是沒有突破0.5。然後這段的回落我們當時是分析的4小時的。這是日線上剛才那個高點，它這個4小時啊還是比較特殊的，因為它有一根 K 線，這個類似毛刺兒。如果說你不算這個 K 線的話，那就是一個1、2、3、4、5，一個5段，那麼出現了4小時的一個二賣，然後開始下跌的，對吧？但是呢，如果說你算這根毛刺兒的話，那就是5是在這裡的話，就是這樣1、2、3、4，這裡就是做了一個中樞。然後又上去的。當時我們在分析的時候，朋友問的時候，其實就在這個位置，基本上就在這個位置，對吧？我們當時說它可以選擇再次跌破8萬這個位置，但是它是在4小時上做了一個中樞之後，然後又上去了。但是它這個上呢，並沒有破壞這個整個的這個4小時的結構，因為針對它沒有出現3買，或者說出現3賣。所以現在的話，它也是可以就是到94181就結束了，就是這樣一個4小時的。因為這個是打了一個高點，可以結束，那麼就看它這裡這筆反彈就關鍵了。這筆反彈，如果說你也可以去這個反向測一下它的這個黃金分割，最好是能夠有力的突破0.618，甚至是這個直接突破前面的高點。如果說不能的話，那就看它這筆回落是不是要往這樣走，那就是從這裡斷開。左側是日線上的一筆上漲，右側是不是要走日線的一筆回落，再次跌破這個前面的80。因為這裡是日線那個3賣啊，再次跌破80524，對吧？
所以說這筆反彈非常關鍵，然後這個回落也非常關鍵，要有力度。那麼如果說這個回落，然後又回到這裡，那就看它是不是還是圍繞4小时的震盪，也可以继續往上走。所以說關鍵就在这2段。首先这個反彈的力度，如果說不強的話，你就要小心了。然後再就看這個回落的這個力度，如果說力度很強的，那就更要小心了。那就可以走反向，一個走5段，再次跌破前面這個低點，對吧？現在就是關注這2段。那麼這個以太幣的話，就是基本上差不多。以太幣也是從這個最高點下來，做了一個中枢，然後離開。這個離開當下的時候是不背馳的，然後給了一個日線的一個3脈，然後又下來做了2次反彈了。現在它當時也是之前在這裡做了一個很小的一個中樞，但是這個回落是不夠一筆的，那麼造成這是前面這一筆的延續。那麼現在其實還是在做中樞，沒破壞結構，沒有破壞結構。那麼如果說實在這個 MACD 呢表達還可以吧，就是沒有特別的弱。但如果說這裡再粘合，如果掉頭的話，那就是往下走，那就是把這個整個的結構變得飽滿一些，有進入段，有 A 中樞，有 B 中樞，還有離開。那麼有可能以這種方式來結束，那這個位置可以大倉位的買一買，對吧？因為它是一個一買的位置。那麼如果說以這個2620斷開的話，2620斷開，那麼這是一個中樞帶一個3脈結束。那麼我右側的話，我要看到力度往上走，那這個要張口張得很大，往上有力度的往上走3段，然後帶中樞還是怎樣，对吧？但是现在小周期上你看不到很强的力度，看一下4小时，4小时做了一個中樞，都是在中樞裡面，尤其這次的回踩，最近的這個回踩到了2985.36，但是這個中樞的上沿是在2985.82，剛好回來了，也踩到了這個200均，120均呢，踩到了120均附近，這是在這個200均和120均之間，對吧？沒有突破，沒有出現明顯的突破。你看前面這裡也是200均造成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壓力，這裡都沒有碰到200均，這只是在120均以下。所以說想要真的往上走，打開空間的話，必須要在200均以上才可以。你必須要到這個均線以上，才可能把這個空間打開。一直現在都被壓着呢，對吧？所以說現在還看不到很強的力度，你要力度往上走。之前我們在分析比特幣的時候，就是在1小時上，我當時說，有一個很關鍵的一個位置，我當時要說的是在這裡。我們復一下盤，我好像是在周末分析的時候，還是說在直播分析的時候，現在看的周期是1小時，從93161下來的時候是個5浪，1、2、3、4、5，我們當時是在這裡。我說，什麼時候可以轉勢呢？就是一定要有力度的突破這個前面這個高點，就是突破86929。大家可以在這段時間去復一下盤，看一下我當時的這個視頻。我當時說是一定要有力度突破這個位置才可以轉向，對吧？看它後期，尤其是在這根 K 線，這是很強的力度啊，對吧？你必須要有這種力度的表達。你即使是買在這個位置，你也可以賣在前面有背馳的時候，3段背馳你可以賣在相對的高位，就是這個位置你進場都不晚。發現沒有？為什麼呢？因為它是一個力度的表達，這是一個強力度的表達，突破前面這個高點，說明這個大機構或者說這幫資金量很大的大鱷呀，這幫這個機構要進場了，才會出現這種強力度的拉升，就是說白了要拉爆那些做空的人，對吧？只有這種快速拉升又有力度拉升的时候，才可能有轉變。那這也是他們開始拉升了，我們就要做轎子了呀。他們抬轎子，我們做轎子，對吧？他們不動，你也不能動。所以說，你即使這些的位置都沒進的話，出現這根 K 線的時候，你再進都不晚，你就買在這個位置都不晚。後面這些利潤絕對夠你吃的。但是很多人說，那你買在這兒不是更好嗎？對吧？那如果說你買在這個位置了，它不拉升的話，它完全可以繼續向下延續的呀，甚至給你來個7，都可以。這些位置相當於一個這個噪音時間。沒有方向的時間，你只能去賭，但是這是一個出現明確信號的，它倆是不一樣的。我們要做的時候，一定要做有明確信號表達的時候。你像前面這裡，這是明確有往下砸盤的時候，你肯定要先出來呀，或者說你去做空它。你即使賣空賣在這裡的話，你可能也有機會出來，對吧？你如果說這個位置，哎呀，有出現這麼明顯下跌的時候，你去做多，那你去相當於一個刀口舔血了。
如果說你的倉位這個不是很大，然後只是要嘗試一下的话，可能也能利用这些反彈出来。但是说一旦你不去这个關照這個多空力量的表達的時候，你就很有可能被悶在裡面。這是我常說的，我們做交易的時候一定要有背馳，並不代表有轉折，有背馳的時候並不代表轉折，這個位置只能觸發我們去觀察。什麼時候進場呢？一定是看小周期，比如說這是1小時的，那你如果說這個有這個能力的話，可以看它更小周期的時候，我們可以把這段高亮一下，我們看一下這段小周期上發生了什麼。比如說15分鐘上有沒有變化？也是一個強力拉升，看到沒有？15分鐘上這裡做了一個中樞，然後一個強力拉升往上走 ，MACD 在0軸以上往上走，更小周期的5分鐘上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了。啊，5分鐘上也有，也是這段。啊，這是這個進入段，然後在這裡做中樞，你看這段拉升，對吧？這是一個非常強的走離開段的一個狀態。所以說，你即使買在相對偏高的，追在這些位置的話，如果說能做小周期的話，你也不會套在裡面，你是有利潤的。那如果說你在前面這裡就開始做的話，那麼每一次買，你以為要突破了，你買又給你摁回來了，你繼續買又給摁回來了，因為這都是假突破，都是只不過在這裡做中震盪，直到它開始出現真正的突破。能否實現這種假突破，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對你的技術上的一個提高，那大大提高你的成功率。就說這些小的震盪的時候，你都沒有必要參與的，因為它的周期非常小。你如果說能夠做，當然沒有問題了，但是它的周期非常小，其實就浪費時間，盯盤是非常累的。直到出現變化的時候，你才應該進場，而不是說猶豫。哎呀，這次是不是假突破？假真你其實一眼就能看出來，真假突破能夠一眼就能看出來這個力度。當然用復盤的方式，或者說所謂的馬後炮的方式，當然容易。但是在當下的時候，你能不能夠判斷出來？結合 MACD， 結合這個震盪的時間，對吧？它一定要有一段時間的震盪，它一般很少在初期震盪的時候就突破，除非是一些這個消息面的刺激，一般要震5下，最少震5下，就是進入段1、2、3、4、5，震到第5下的時候，有可能要突了。前面3次都可能只是在這裡做震盪，這也是一個經驗吧。5或者是7都有可能，甚至是9，對吧？它這個震盪要有時間在這裡橫一段時間，然後後期往上走。所以說這就是一個經驗問題，那要多練。但是從技術上識別的話，就是首先得從 MACD 0軸以上啟動的，然後明顯表達強的時候，這就是要變盤了，這是給你的一個變盤信號。好的，那麼的話，我們今天就分析這麼多了，再見。